苹果即将在台湾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举行秋季发表会，将推出全新 iPhone 17系列。有人说这是近几年变化最大的一代。根据目前的消息 ，iPhone 17 Pro 系列相机模组将会换新造型，当然还有 iPhone 17L 超薄设计，可能刷新 iPhone 有史以来最轻的纪录。就连散热、镜头规格、处理器都全面升级。到底这波新品值得期待的亮点在哪里？是不是每一款都值得掏钱升级？这是我们一口气整理目前知道的爆料跟传闻，通通告诉你。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前几天我这边已经收到了 Apple 的邀请函，但因为我的等级不太够啊，所以只有收到线上直播的邀请。这次主题是 Outdropping， 翻成中文就是令人惊叹，是不是有我们准备让你吓掉下巴的感觉啊？目前知道的消息将会在9月12开始预购，9月19正式开卖。依照惯例，台湾也会在当天开卖。这次有4款机型登场，分别是 iPhone 17、iPhone 17Air、iPhone 17 Pro， 还有 iPhone 17 Pro Max。虽然之前有传闻说了 Pro Max 会改名叫做 Ultra， 但根据目前传闻的共识啊，应该还是会维持原本的命名方式。另外，邀请函上的主视觉是热感应的苹果咬一口，这个热感应应该有特别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等等就告诉你。这一代的 iPhone 17 Pro 系列，传闻在外观设计上会迎来 iPhone 11以来最大幅度的改变。首先最吸睛的就是相机模组，以往大家熟知的左上角方形相机岛将会走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横跨机背、带有圆角矩形的长条形相机岛。整体的造型虽然很像 Google Pixel， 但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是不错的。把手机放在桌上时啊，也会更平稳一些，不会像跷跷板一样。那机身材质也是一大重点。传闻苹果会放弃过去2代主打的钛金属边框，改为铝合金的复合材质。原因主要是让机身更轻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为了环保永续，因为铝合金呢更容易回收再利用。更特别的是，背板不再是整片玻璃，而是只保留局部的玻璃区域，方便无线充电模组运作。至于 logo 跟 MagSafe 的变化，也被不少爆料者提到。苹果的 logo 呢会往下移，位置刚好切齐 MagSafe 的磁环。那新的磁环设计呢会在下方保留一个缺口，看起来有点像还没完成的圆啊。那苹果这样的调整用意啊，可能是为了让新的 MagSafe 有更多的相容性，甚至预留一些还没公布的功能。那最后是颜色部分。今年 Pro 系列传出会新增2个新配色啊，一个是带点同色的质感的橘色，那另外一个比较沉稳的深蓝色。这2个颜色，一个是走温暖高调的路线啊，一个是走低调专业的路线，算是蛮吸引到不同族群的喜好。那我个人对于橘色真的是非常有兴趣，如果可以抢到的话，这应该是我的优先选择。说到 iPhone 的升级，最容易被大家期待，也最容易被拿来跟其他品牌比较的就是相机。今年 iPhone 17系列，尤其是 Pro 跟 Pro Max， 在相机规格调整的传闻啊，可说是近年来幅度最大的。我们先从前镜头开始。全系列的 iPhone 17都会升级到24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要知道啊，苹果的前镜头从 iPhone 11开始就卡在1200万像素，这是一口气翻倍到2400万像素。不只是自拍细节更多，也能带来更多高解析的录影。尤其是在 FaceTime 直播或是前镜头录 Vlog 的朋友啊，应该会非常的有感。再来就是重头戏了，后置3镜头。传闻 iPhone 17 Pro 系列会首度让广角、超广角还有长焦3颗镜头全部都是4800万像素。虽然长焦镜头的感光元件改变提升到4800万像素，但望远的焦距却由5倍光学下修到3.5倍光学，必须依靠高像素裁切还有 AI 功能来模拟更高倍率的效果。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让人非常的期待，就是潜望长焦将透过镜组的移动还有临近的折射，达到多段焦距间的连续光学变焦，最高可以支援到8倍光学。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亮点，也是非常大的改变。那除了硬体以外，传闻中专业相机 App 就是一个亮点哦。那它可能会让使用者啊，直接在原生相机里面调整 ISO、快门、白平衡的进阶设定，不需要依赖第三方的 App， 这就等于是 Android 的专业模式哦。这对于专业摄影师或是内容创作者来讲，这等于是省下一个步骤啊，就直接用 iPhone 内建的 App 就可以拍出更符合需求的作品。另外 ，Pro 系列也可能支援8K 录影，甚至加入双镜同录功能，
可以支援前后2颗镜头一起来拍摄哦。这对于 Vlogger 啊或是直播主来讲非常的实用，因为可以同时捕捉自己跟环境的画面。每一代 iPhone 最基本也是最受期待的升级，当然就是处理器。今年 iPhone 17 Pro 传闻会搭载全新的 A19 Pro 晶片，采用台积电最新的3奈米 N3P 制程。N3P 是台积电在3奈米世代里面最成熟、能效最高的一代。传闻在效能提高同时，功耗还能降低10%到15%。换句话说，使用者不但能享受到更快的运算速度，电池续航也能间接受惠。而标准版的 iPhone 17跟 iPhone 17L 则会搭载普通版的 A19 晶片，主打应该就是省电。毕竟超薄的 iPhone 17L 电池容量应该不会太大啦，所以还是要依靠省电的处理器来帮忙续航哦。除了处理器升级以外，记忆体今年也升级了。iPhone 17 Pro 还有 Pro Max 的 RAM 会传出升级到12GB， 这是继 iPhone 15 Pro 进入8GB 之后的再一次跨越哦。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关键就是在于 AI 功能，更大的 RAM 可以让 iPhone 同时处理更多的运算任务，例如即时影像辨识、AI 智慧修图，甚至更快速的语音转文字。另外，相机功能也会内建更多的 AI 演算法，像是智慧去杂讯、更准确的人像分割，甚至在录影时就能套用背景虚化的功能。那 AI 的应用不止在影像区域，在 WWDC 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它会加强 Siri 的能力，让它更贴近智慧助理的角色，也就是跟手机的应用程式协作。这也是近期 AI 发展的趋势。当然 ，Apple Intelligence 将在年底支援繁体中文，对于台湾使用者来讲才是重点。不过目前不确定会不会在 iPhone 17上就开始支援啊，这点我们就只能期待了哦。这几年虽然苹果一直强调效能跟能耗有进步，但很多人还是抱怨续航力不够长。今年 iPhone 17系列，特别是 Pro Max， 有望带来一次真正的大突破。根据传闻iPhone 17 Pro Max 将搭载史上最大的5000毫安时电池。虽然跟 Android 相比，这个还是算小的，不过跟自己相比的话，算是提升蛮多的哦。我们直接跟 iPhone 16 Pro Max 相比，iPhone 16 Pro Max 只有4676毫安时，这是直接往上再推300多毫安时，换算下来大概是续航力提升25%到33%。对于重度使用者来说，这代表不再随身携带行动电源就可以撑到1天结束。对于长时间拍照、录影或是玩游戏的族群特别有感。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机身可能会变厚一点点，因为要腾出空间来塞进更大的电池。除了电池容量以外，充电技术总算有了新突破了。全新的 iPhone 17传出将导入全新的 Key 2.2无线标准哦。那这个标准理论最高可以支援到50瓦的无线充电，不过我想 Apple 应该会比较保守一点哦，所以我认为应该会落在25瓦到30瓦左右。不过这样子的瓦数应该也是非常的快速了哦。邀请函上那一颗热感应的苹果咬一口，应该就是印证接下来要聊的传闻。苹果可能会在 iPhone 17 Pro 系列导入 VC 均温版散热技术，这是一种比传统导热管更高效的散热结构。原理是透过液体在腔内部蒸发冷凝的循环，把热量快速带走并均匀分散。简单来说，就是让手机不会因为某个地方太热而烫手，而是让温度整体很平均的去散热，那体感上也会比较舒服。这样的技术在高阶 Android 手机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例如专门的游戏手机基本上都是标配。那苹果过去一直都没有跟进，真的是有点可惜哦。那么实际上对于使用者会有什么影响呢？首先，玩高负载的3A 游戏时能延后甚至避免过热而降频。那第二呢，在录制 4K 或是8K 影片的时候，也能减少过热中断的风险。这对于拍片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毕竟一旦手机跳出温度过高的提示，就什么都不用录了嘛。那第三，散热更好，也代表充电时手机不会过烫，对于电池寿命也是加分的。这次 iPhone 17在连线技术上也有不少的传闻。首先是 WiFi 7，这在传出苹果会导入自家设计的 WiFi 晶片，而且支援 WiFi 7。WiFi 7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同时使用2.4 GHz、5 GHz 还有6 GHz 3个频段，并且支援多连接同传技术，让资料传输更快更稳定。比较有趣的是，目前传闻有2种说法，一种是全系列的 iPhone 17都会搭载 WiFi 7，另外一种则是仅限于 Pro 版本。不过这点我觉得应该是还没定论啦。那再来是5G 晶片，标准版跟 Pro 版本的处理方式可能也是不同的哦。据传 iPhone 17L 会率先采用自家的 C1 5G 数据晶片
目的就是要更省电，而 Pro 系列依旧会采用高通的晶片。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eSIM 的推进，传闻 iPhone 17L 将会成为首款完全取消实体 SIM 卡槽的 iPhone 改为 eSIM only。那这个意味着未来的 iPhone 可能会逐步走向无卡化，这对于台湾的电信环境来说，短期内可能会带来非常的我觉得蛮不方便的啦，因为换卡流程还没有那么的普及，也没有那么方便。不过长远来看，取消卡槽可以让手机内部的更有空间，而且能够提升防水性能。如果要说今年 iPhone 17系列里面最有争议，同时也最容易被网友拿来开玩笑的机型，那一定是 iPhone 17L。苹果传出要把 Plus 版本砍掉，换上这台全新超薄设计的 Air， 主打就是轻薄美学。根据爆料 ，Air 的厚度只有 5.5 到 5.6 mm， 重量大概145克左右，听起来是不是很梦幻？但问题来了，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电池怎么办？现在的 iPhone 已经常常被吐槽是续航力不够用。如果再削成这么薄，难道是要靠电池背靠才能活下去吗？那网友也在留言区里面直接开酸是不是苹果自己要出官方的电池壳那反正这家公司最喜欢卖配件的，卖个电池背盖应该是很合理的这种吐槽其实是一针见血因为苹果的确是很会用周边生态系再赚一波。另外别忘了，这台 Air 就是用来取代 Plus 版本。很多人买 Plus 就是因为大电池可以撑比较久，结果现在苹果直接砍掉 Plus， 换来一只薄到不行的 Air， 很多果粉在留言区里面都崩溃了他说续航力才是关键到底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iPhone 17 Air 可能会成为史上最薄的 iPhone， 但它能不能成为史上最实用的 iPhone， 这点我真的有点怀疑。但对大部分来说，轻薄不是最重要的，续航力才是让人天天使用安心的关键。苹果这步棋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等发表会后我们就来见真章。按照目前的爆料消息 ，iPhone 17系列定价策略大致上会延续前一代。标准版的 iPhone 17预计是$799起跳，大约是2.6万台币左右。iPhone 17 L 价格区间会比较有趣，传闻会落在899到$1299差距有点大啦。那这台 Air 虽然主打轻薄，但定价却不算便宜，甚至可能会比过去的 Plus 还要来得高。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怀疑它的定位。那至于 Pro 系列，根据外媒的整理iPhone 17 Pro 大概会落在$1099起那折合台币大概是3.6万元。那 Pro Max 呢是$1199起，折合台币大概是3.8万元以上就是这次关于 iPhone 17系列的8大亮点整理，从外观、相机、处理器、电池到那台大家看得又爱又恨的 iPhone 17 Air， 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出，今年的苹果确实准备了一些大变化。不过，就像我们刚刚一路分析的，这些爆料的可信度，有些是蛮高的，有些要等发表会当天才能确认。但对多数人来讲，可能最重要的还是3件事情：外观到底符不符合大家胃口，续航力是不是能够撑更久，还有价格会不会让人下不了手。而 Air 的出现到底会是惊喜还是惊吓？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年最大的看点之一啦。以上就是关于 iPhone 17系列最新传闻的讨论，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